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哦。现在这个乌克兰跟韩国是不是都有一种被美国背叛的感觉哦？昨天大家都在讲啊，说很多韩国网友在吐槽说，707部队怎么动作不如李在明啊？李在明60岁啊，翻墙很利索哦。那707部队大家其实都认识，就是在韩剧当中哦，这个《太阳的后裔》当中，当时金瑞中的金瑞就形容707部队，所以大家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没想到昨天，这个有一点拉差，就是在这个翻越窗户的时候磕磕绊绊啊，反倒对比一下，你看看这个李在明呢，他其实是轻轻松松哦，可以这样子翻墙矫健的身手啊，60岁的李在明被人家讲说，是不是707特种部队有一点掉漆啊？那再来我们看到了，就是707部队还不止如此哦，装备还掉了129万。就有网友分享说，韩国电视台的画面，他们竟然掉装备哦，有一副4眼的夜视镜掉在地上，据说价值4万美元，就是台币129万元呐。那说这恐怕事后会被追究哦。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是讲说，是不是这个707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们怎么可能身手不矫健呢？是不是他们有可能是要阳奉阴违，也就是真的是看不下去尹锡悦啦，所以他们很多的队员步枪根本没有装上弹夹，也没有装上能够这个击发的，就反正是带着这个假枪机啊。那还有他们训练的这个塑胶弹，不像是要开战镇压的一种戒严部队哦。那看起来他们好像翻不了墙，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一种代工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应该没有必要认真执行这个镇压任务，他们觉得是不是有点扯，所以有一点阳奉阴违，也有这样不同的声音。那另外看看这个有40北约军人当场人间蒸发哦，这个是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发布啊，说在11月25号，他们使用伊斯坦格尔 M 的导弹呢来轰炸了哈尔科夫的情报总局，那其实也造成了就是40名外籍的职业军人，那大部分是来自于美国，这40位北约的军人有美国的，然后其中军衔跟级别最高的是加拿大的中校团长米勒。那另外看到了川普说誓言要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但是乌克兰前线的士兵好像不太买账啊。根据法新社报道呢，他说他们有一些军人在顿巴斯地区正在缓慢但持续的跟俄罗斯作战，他们对于基辅跟莫斯科能不能快速达成协议是抱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前线的士气是非常低迷的。那布林肯提到说，乌克兰必须要动员前线部队做出艰难而必要的决定他以美国国务卿身份最后一次出现在北约总部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前线的军队还是必须得要撑着来应付这个乌克兰的一些攻势。那乌克兰的幕僚长也访美说，这回要去找川普的这个执政团队要接触了，因为很有可能川普会一上任就结束嘛，也不再给予援助了，所以他们现在热锅上的蚂蚁啊，泽伦斯基跟他们的政府现在看起来很焦急，要赶快是不是可以对口上川普啊？再跟你这个拜登啊、布林肯讲再多也没有用了呀。那另外我们看看川普他的这个新内阁名单让大家就是怎么一直出问题啊？本来不是说福斯的主持人要来担任吗？当时还这个访问过川普然后结果他现在陷入了在酒店性侵女性的争议，所以可能也要被换掉了，他可能还没上任就准备要换掉了。那现在换成德桑提斯，那德桑提斯当初是有一点还对川普造成威胁的但是他现在有可能会是接下来的国防部长人选，这看起来好像就是稍微好像名气上面高一点但是呢，现在大家看到川普任用的新任陆军部长，忍不住又摇头了，叫做丹尼斯德里斯科尔，然后问说是谁啊？这名字都很陌生原来他又是创投跟私募股权的一个背景，但他为什么会出现呢？他其实是凡斯的耶鲁法学院的同学，然后他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高级顾问，换句话说就是好像比较是金融创投私募基金背景的，那不就跟之前他找金主费兰担任海军部长是一样吗？怎么都是找一些好像金融界还是创投，反正就是跟这些军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人跑来当这个海军部长跟陆军部长那还有一个报告显示
出，美国国会的稽核处显示，他们现在空军的基地都不足，来了这个海军跟陆军都不是军事专业的，然后空军还出问题。他们说接下来这个空军基地人力不足哦，恐怕会影响核弹头的管理姿势体大呀。那对比一下这2天其实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也不是很平静，因为日本的船去到了这个钓鱼台附近嘛，所以中国大陆立刻就上前去了，有3艘的解放军的军舰先后通过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哦，就直接对抗这个日本。那现在这个传出来，本周末马上即将要到了，可能现在辽宁舰的动态大家在密切瞩目，就是周末搞不好会有联合利剑 C 嘛。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一次其实韩国的这一次这个戒严呢，这个事件啊，其实算了从开始他宣布到他这个结束啊，大概2个半小时多一点，就结束了。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这个所谓的707部队啊，他这个没有开枪，没有对空鸣枪也好，没有采取强制性手段也好，说实话。这些国会议员啊，再身手矫健啊，手无寸铁。这一些707部队如果受的指令啊，是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啊，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什么的话，今天就不是这个下场，今天绝对不是这个结果。我跟你讲，一个正规部队跟一般的这个说乌合之众的话，那正规部队是力量是强大太多了，而且他们带的这些武器啊。都是最精良的，那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了。我看到的报道是说，他们虽然带枪，可是枪没有枪，弹夹没有上。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准备怎么讲呢？就是说怎么讲？默默放行。对，基本上就没有打算，就是说一定要任务达成。其实军人受的训练跟我们一般是不一样，就是使命必达。然后呢，军令如山，上面叫你做什么就什么，所以这个上面我觉得他还是控制住这个部队的，可是上面给他指令就没有要他怎么样，点到为止啦，要他真正太真枪实弹，真枪实弹。而且说实话啦，真的你开了枪以后，你到时候这个出事情要算账，还不是算到他们头上？那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这么快的就被结束，因为他是10点24分。这个尹锡悦出来开记者会我要宣布戒严，国会是1点01分就表决通过了，就说推翻了。那所以这个关键的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跟过去这些韩国过去的戒严不一样哦。前19这个80年代的那个光州事件，当时全斗焕就叫开枪了，死伤数百人啊，对，所以这完全是我觉得就是说。尹锡悦就是说，还有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啊，那么敢发动这个政变，可是他们不敢使用强硬手段，那很快他们就造成今天这个下场了。他觉得这个吓一吓别人，人家就就范了，可是没想到这个韩国的这个反对党啊，行动比他们还快，就要先抢到国会去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也不见得是完全就是说这些军队本身的放水，而是呢，本来他们就可能就没有那个决心要用一种流血的方式来达成戒严的这个目的啦。所以这场事情才能够免于流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吧。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美国川普他的这个内阁还没上任嘛，就已经开始就换了好几波，换东换西了。然后，不过都符合川普的个性，他的做法他基本上其实丢出来都是没有经验，忠诚度绝高，然后呢，要放到这个部会里面去做他的手的延伸不管你过去的政绩或者是你的想法有没有，那但是呢，你就是我的一个代言人，那进去呢做我要你做的事，可是你不能够。给予外界太严重的负面的观感，所以他那个司法部长就被换掉，换了一个他自己在佛罗里达州的检察长，20年的检察长，但是呢，后来也在媒体上面这个做很多的发言支持川普而且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川普的内阁都是俊男美女，而且不止如此还可能够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有点像我们一样。但是呢，这个如果像这一次这个国防部长。真的是不合适，
他现在最不合适就是这个人。那更严重的是有这个性侵案，所以德桑提斯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大概在3个小时之前，所有的报道都认为德桑提斯要取代了，而且德桑提斯佛罗里达的州长能够为川普带来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将来本来他有可能选总统的，如果川普那个时候不出来的话，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他如果放在那边的话，这个国防部啊，在唰了一弹，会很严重的这个压力的哈。我觉得川普最后应该会可能很快，今天之内就会做这个决定。那我们看赖清德在就是我们讲到说，因为有人说在本周末会不会中俄做对台军演？很奇怪，上个礼拜是说中国大陆会做对台军演，现在扩充了，变成中俄，因为看到了他们在做中俄的联合演习嘛，哈，所以这种猜测，其实在台湾而言真的是不确认。那我们的这些政府或者是这个媒体有没有去做一些查证？哦，会不会真的军演？真的不知道。可是我确定的是，赖清德现在还在南太嘛，对不对？对。你还记不记得，他这个在南太其实运气不太好。他在那边本来以为是可以去帮台湾做这个出访的加分，结果呢没有办法到美国去本土去，然后呢这个整个行程低调再低调哦。我们亮哥都质疑这个驻美代表是不是卧底的，都不帮他安排，对不对？然后呢，在那个台湾自己又发生他的立院党团、民进党立院党团弄个贴图，造成国际事件，说台湾的民进党支持戒严，对不对？那真的是怎么回事？他不在家就不断的出事，然后呢，即使是他在家，要帮他安排行程也做得很糟糕。我跟各位报告，他在迈阿密，他在夏威夷打电话给谁？裴洛西啊，对，裴洛西是川普政敌啊，对，为什么打电话给裴洛西？什么意思？共和党现在大家都避不见面，因为不知道到底川普的对台政策是什么，所以这些过去对台湾友好的共和党高层都不敢去踩那个红线，怕破坏了川普的对台或对中政策的一个规划，所以都躲起来。这个时候你不去谁安排好？你安排裴洛西，川普的政敌。我们台湾的外交单位这个驻美代表不只是卧底，根本就是来闹的。所以现在只有裴洛西敢接电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反正他跟川普不好。你要真的厉害，你干脆叫裴洛西到夏威夷去嘛，我们买单嘛。他都到台湾来，为什么不到夏威夷去呢？对不对？对，我们来请教将军。尹锡悦这次戒严707部队用错部队了。他应该用什么部队？707这种部队来讲，用黑手。不是这707部队，我们平常讲它是反劫持、反恐跟反特战的一支部队，所以你看它配备的武器，它是夜视装备，还有手枪、这个突击步枪，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做政报。政报的话，如果说是戒严要用什么部队，要用宪兵部队。那你看看我去年就已经讲了，我在我们本节目里面讲的。我去年就说台北市应该早该来跟我们民进党学一学。我们民进党去年台北市光台北市的宪兵原来就已经有5000人了，去年扩编到11000人，多了6000人。我们台湾总兵力也不过17万，17万是从这个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加上一些高师单位跑步吃饭的这些军官加起来，加上第一线作战部队也不过17万。那你搞了11000人在台北市，而且只是宪兵哦。如果说现在来讲，你将这些兵力全部搞到台北市当卫戍部队的宪兵，那我们要买的这些不管是鱼叉飞弹、雄风飞弹，你买那么多飞弹，谁去操作？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说，他搞台北市搞那么多，就是准备戒严嘛。所以尹锡悦当初应该到我们台湾来学习。如果加上这一次尹锡悦这个所谓他的戒严这个成效失败以后，我们台湾居然民进党力挺这个尹锡悦的戒严的论调，从这件事情更可以看出来，就如果说是台湾真的有事的话，民进党真的会戒严，台北市一定会戒严。而且戒严部队就是用宪兵部队，宪兵部队他用了武器，他用了装备，他用了训练，他就是在搞，就是针对戒严来的，针对民众来的。我举一样武器，譬如宪兵来讲，你敢不敢讲？他们一定有齐眉棍。对不对？用齐眉棍，你政报，你对付老百姓，你不能用枪，用枪一流血以后，那个事情是没办法收拾。可是我用棍子来讲的话，就可以阻挡住嘛。用盾牌，你看这个707部队有没有盾牌？我们看到宪兵来讲，
各位应该看到，经常有时候宪兵拿一个盾牌，上面写个宪兵 NP 2个字挡在前面，然后后面拿个齐眉棍在那边敲，嘣嘣嘣，然后前进，这才是政报部队嘛。所以我讲说，这个尹锡悦真的是跟他的国防部长真的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居然用这种部队去对抗老百姓，就像什么用飞机去打老百姓一样。这个每种武器、每种部队都有它的任务跟它的训练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是失败是真的不懂军事，用错部队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情哦，竟然有枪手埋伏在曼哈顿第6大道，枪杀了美国联合健保的 CEO 哦。那这是发生在周3早上的枪击案。那这一名 CEO 叫汤普森，他在饭店外头遭到枪手袭击，身中多枪不治身亡。专家就分析啊，这不排除是背后有人在指使哦，因为这个联合保健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他们新一季的财报净利润就高达2000亿台币啊，非常的赚钱。所以这个状况现在大家讲说，这背后会不会有一点不单纯呢？那他现在这对应起来就是川普是不是内政也无法处理，然后外交上面也是问题连连哦。他跟杜鲁道见面呢，还讲说，这个你可以来当美国的第51州州长，抢在赖清德之前吗？我们是讲说台湾不是要当第51州哦，所以你看哇，这个川普还在 X 前面发文说，加拿大这个是用一个 AI 生成的图片哦。那英国的卫报讲说，自从这样子建议之后呢，杜鲁道又被再一次的嘲讽。那加拿大赶快出来讲说，没有啦，这是川普是自己在爱说笑哦，所以赶紧在灭火这件事情。他说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评论。那加拿大的这个驻美国大使他讲说，这倒是一个好兆头啊，代表说他这把我们当自己人嘛，所以让人感到安心哦。所以加拿大也是有这种思维的。但是的确啊，加拿大对于美国的依赖很深哦，他们的航太制造业现在如果要加关税的话，是要面临到非常重大的挑战哦，因为他们市场依赖度太高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华春莹啊，在这个 X 上面又发文了，他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禁令，其实是在阻碍正当的发展哦。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呢，你邀请一个顶级的网球选手到美国参加公开赛啊、公开决赛，然后但是却把他的球拍跟鞋子给剥夺了，这就是难道美国所谓的公平竞争吗？甚至还发了一些小漫画，就是讽刺你们这种小院高墙、固步自封。他说，美国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去剥夺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正当发展的权利呢？那美国的业界人士更是苦哦，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出手反制了嘛。他们在讲，他说许多美国相关的人士在抱怨，美国都没有听懂中国的暗示哦，让靴子落下地，表示呢已经在计划在美国开发新矿，暗示能够帮助美国或是顶住压力哦，那或者是倒打一把来指责中国关键的这个资源武器化。那他们认为呢，真正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去开发这些新矿产，因为现在这个加耕者的限制嘛。他说这个吹嘘难道是这个重启美国制造业的最佳策略嘛？就是说你没有做好相对应的配套，然后你去限制，现在被反制了，让美国的企业叫苦连天。还有现在开了第一枪是这个微星啊，因为要拿你这个美国的半导体法案的补贴可能就要受到限制，所以他们现在宣布可能还要继续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嘛，所以他就宣布说他退出这一个补贴法案，这对于拜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哦。那另外，中国的外贸促进会呢，他们就讲到了这个贸促会的发言人，他们说美国无视国际经贸的规则一意孤行哦，现在是破坏了全球的供应链稳定，的确造成了全球各国的恐慌啊。那所以他说这个对于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也是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啊。那其实我今天也有看到华为在讲，他说任何我们的国产晶片就没有做不到的，所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备战了。华为当然这一次他们的 Mate 70现在目前推出，在昨天上午算是正式开卖，前几天算是一个预定的方式，很快速的就售罄了。那我个人也从预定开始每天早上10:08
都抢不到，就觉得奇怪，美国不是说产能过剩，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抢到呢？那现在就连要到实体店面去也是要等到这个预约通知，就是你收到简讯才能够去取货。华为甚至现在触角也到了这个海外来开发表会嘛，杜拜是好几回都开了发表会了，这一次好像是要把这个折叠机这个 Mate X6进军到国际市场，还有进驻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说哇，接下来明年会量产哦，要配合中国大陆这个5.5G 嘛，所以接下来机器人会在很多地方你可以见得到华为做的机器人咯。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美国跟加拿大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哈，双方的这个贸易哈，现在据统计的话，事实上，美国跟加拿大贸易的总额是跟中国大陆跟加拿大贸易总额已经差不多了。那所以到底谁是美国第2大贸易伙伴啊？现在还不见得很清楚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有多密切，量有多大。那现在美国第1大贸易伙伴是墨西哥，那中国大陆就是跟美国贸易关系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中间排第2或者第3，如果不是第2的话就第3。如果加拿大的话，就是不是第2就是第3，所以加拿大跟美国贸易的量跟这个重要性对两国都非常重要。可是川普他就是在乎说，这个贸易关系是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问题是谁在赚钱。那这个中间这个美加之间的贸易是美国被加拿大每年赚大概1000亿左右，所以这个1000亿对于川普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加拿大去谈这些事情，虽然他用的这种方式是说，哎呀，你要处理好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要处理好毒品进入美国，因为美加之间的这个边界几乎快1万公里，数千公里6000多公里好像，那非常长的一个边界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川普就公开警告，除了警告墨西哥，就警告加拿大。那所以呢，这个杜道就立刻跑到什么？就跑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山庄去求见川普。听说谈的还不错，可是呢，问题哪有这么好解决？1000亿的美金一年，加拿大1000亿美金，他怎么样把这个钱把它平衡过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所以美国现在这个25%的这个关税，川普这个25%关税在加拿大形成很大的震撼。对双方的关系是太密切了。而且我们这边特别只提到一点，就是有关这个航太业。你知道世界上做民航机的，除了美国跟欧洲之外，过去还有2个国家在做，一个就是加拿大，一个就是巴西。巴西在波索纳洛的时候，把自己的巴西航空业搞得一蹶不振。那现在除了美欧之间之外还有一个做民航机很大的一个厂叫邦巴迪亚，这是很有名的厂，事实上就是加拿大的。他现在还在做很多美国生意。你去美国国土大你去他很多飞这些所谓 intercity， 就是说城市间的，飞100公这个1000公里的、2000公里的、3000公里的，或者甚至500公里这种中短程的飞机美国航空公司里面买了大量的邦巴迪亚的飞机。我以前在美国做了很多次，在中西部坐飞机，都是加拿大的飞机。那这个当然也算在美国赚这个加拿大赚美国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品那如果那个川普说25%的关税的话，这个航空业问题就很大，更不要说加拿大的汽车工业其实都是美国投资的，主要外销的市场都是美国。对，所以川普这个吹起了千层浪，现在在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加拿大很大一个挑战。好，来请教杨老师。你看到拜登都快要下来了，他为什么在要临走之前，还是今年又再推出这3年来的第3波，针对136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采取制裁？很全面，而且特别针对先进制程、AI，还有量子计算的这些科技公司。那台湾有2家中标，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觉得第一个，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规划，
也就是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所以它是个持续性的制裁。第二个，我觉得他在做给就是整个未来中美贸易战的历史，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啊，他是在做一个所谓的典范。我一年一波，一年一次，我就针对中国的科技，尤其是半导体、先进制程、先进技术，我从头到尾把这些东西都堵住。第三个呢，他是在做给川普政府在做示范，说你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制裁哦？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那你接下来怎么做呢？川普政府提的那个贸易部长其实也是相当重视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他会继续的做下去。而且不要忘记，川普那个时候最早开始就是针对华为，而且华为做的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都可以跟中芯国际合作到这种地步。可是我觉得，美国一定要了解，这几年8年的期间，中国大陆大概把整个半导体制程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都摸底摸熟了，那就是有一些技术部分还不能突破。我们讲最具体的数据哦，1到10月刚出来的中国大陆半导体出口，你没有听错。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出口已经来到了9311亿人民币，所以每个月是930亿人民币的半导体出口哦，不是半导体进口之后变成一个产品出口变成一个 iPhone 然后卖到美国，不是，它是做半导体，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成熟制程，所以海外的一些这个厂。可能是中国投资的厂，可能是其他的厂需要用的半导体的，由中国来提供。现在中国半导体不只是进口，它也是出口，加起来的话，整个是最大的市场。那这里面呢，其实现在因为美国这次制裁，我注意到中国大陆3家行业协会，那这个在英文媒体都登得很重要哈，呼吁中国大陆的这些晶片公司从此开始要谨慎采购美国晶片，尽量用自己的啦。我们都可以出口了，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去买一大堆美国的或者是台湾的这个三星的？那很多其实大部分都是成熟制程。现在这个市场上开始在做移转，那你市场上移转供应链的变化，以后我们台湾的这个客户会变少啊，美国的客户会变少啊，搞得中国大陆把它做起来，说市场把它做起来了。那最近呢，你看到昨天大陆政府回击美国的这个制裁。他就进一步的禁止向美国出口这些加工者更进一步的，所以他也有反制的手段。我觉得等川普上来看吧，这个制裁相互的这种回击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呢，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呆呆的在那边被你攻击、被你制裁的对象。对，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来问一下将军。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的限制，刚开始是限制，不是制裁。他们所谓采用政策，就是他们自己所谓的小院高墙。小院高墙这4个字，当初是美国自己讲的，就是说我只要在高科技的范围之内，我限定出这个范围是高科技，那我严格管制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不要流入中国。但现在为什么会越搞越大？就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本来只是一个小院了，现在已经变成墨西哥美墨边界的围墙这么大一片区域了，然后墙已经盖到这么高了，那范围也无限制的扩大。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是你限制了小院高墙以后，发现这些科技的东西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限制住中国的，所以它越限制越多，越限制越多，那范围越大，范围越大之后，当然就是相对的反作用力就出来。最明显的就是美国自己很多的科技公司，因为你自己限制以后，那中国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你这些东西没办法卖到中国去，那你生产那么多，你买那么多设备，你生产的东西你卖不出去，对你这些这个科技公司来讲，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不管是艾斯摩尔或干什么，他们就是一种伤害。但是中国有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中国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影响。但是从华为可以 Mate 70这个手机这个横空出世，我觉得看起来来讲的话，影响应该是有限的。中国应该有能力能够突破，因为我看 Mate 70其实代表中国来讲，从此以后这代表一个分水岭，跟美国的 Apple 手机大概就已经是各自扬镳了哈。因为这次库克也很明显，今年已经第3次到中国去了，代表说是库克对于这种手机来讲，苹果手机他也非常紧张，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密集的跑去，那一定是针对 Mate 70要出来嘛。Mate 70它最主要跟苹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它是纯血的鸿蒙系统，它就是可以跟这个 Android 啊，这个苹果的 OS 系统啊各自独立，它有它自己独立的系统。那听说现在来讲，
它的 APP 已经开发了10万多个 APP，也就是说我自己可以纯粹用我的华为的手机，那在上面执行所有我自己想要的 APP 作业。好，这个尹锡悦哦，现在真的是引火上身啊，也闹了这个全世界都在看的一出大闹剧哦。那他这个现在还是坚持啊，讲说自己宣布戒严并无不当。本来是说这个今天要出来发表谈话，刚刚最新的消息急转弯呐，说又变卦了，不发表谈话。换句话说，他已经神隐了2天，昨天的行程也都是临时取消了。那今天同样也都是取消了这些状况。那他12月4号这一番话呢，也不是他自己本人出来说，是他的幕僚讲，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哦。他说他宣布戒严是对于反对党滥用弹劾权力必要的回应啊。那他甚至呢，就是感觉上面给外界一种没有担当感。你怎么会这样神隐2天，搞了那么大的篓子，然后你让这个全南韩通通都炸锅了，人民全部上街头了，结果你这样子躲个2天哦，现在还不出面，而且还在想方设法在找借口要脱罪哦。一个是讲什么呢？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个是国防部长建议我的哦，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是金显龙建议他这么做的啦。然后呢，金显龙就只好出来就说，这个是他建议的啦。然后他说对公众带来困惑担忧感到抱歉，会承担跟戒严令有关的所有情况的责任，宣布辞职。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说，这跟中国大陆有关，尹锡悦会感到这种威胁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哦，他们用无人机空拍。那这退一万步说，现在时间是12月哦，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6月，就很奇怪，你有点砍头啊。所以他们就说，现在对于这个3名陆生展开调查，因为呢，6月25号他们利用了空拍机哦，在釜山对美国罗斯福号非法空拍，其中一个被告呢，甚至具有党的身份。那调查这3名学生的手机拍了数百张美韩军事设施的照片，身份不单纯，可能是北京情报部门指示下行事的。怎么推来推去？昨天不是他宣布戒严那一天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北韩控制了国会，所以一下子北韩，一下子中国大陆，然后一下子说是国防部长，你就有点担当出来讲话不行吗？还在躲，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画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南韩的民众涌向了他们的民主圣地，就是光化门的广场啊，游行抗议。这已经人民的怨气炸锅，他们讲说要尹锡悦下台负责哦，真的大家已经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他继续这样子恶搞韩国的前途了。那现在连这个南韩的在野党都讲说，这个星期六预计7号的时候要来进行表决。目前有300名议员哦，他们其中呢就是需要有200名来赞成这个弹劾案才会过关。那在野党他们是有192席，换句话说，执政党也必须要有一些去投赞成票哦，要过200票才能够展开弹劾。那目前尹锡悦的民调更低啦，有高达73.6%支持弹劾他。这创下这个史上最高的纪录，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得民心啊，已经到了一个民调的低点哦，甚至有将近70%的人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我看到很多这个南韩的民众啊，现在都非常恐慌，就觉得说自己要变成北韩了吗？甚至开始出现了担心这个接下来发生状况，他们开始囤粮，甚至还买罐头，说罐头销量飙升3倍哦，所以足以显现出来现在韩国有多么的混乱。那现在你看到了，包含了外国的媒体在讲，他们其实这是在玩火自焚啊。尹锡悦把自己搞得4面楚歌哦，也让他自己呢，等于说把自己陷入这种政党之间冲突更深的危机。那还有这个。白宫说到解严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情就说是不知情的啊，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包含了国务院也不知道，那白宫也都不知道，那这是会影响到什么呢？是不是也释放一个讯息，会牵动到接下来的亚太平衡哦？因为美国表达关切，那瑞典啊、日本啊也都推迟了访韩的行程，说中国大陆跟北韩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此东北亚的局势更加的扑朔迷离。但是美国真的不知道吗？纽约时报是讲说措手不及啊，显得拜登政府好像没有掌控到，很讽刺。可是我们拿一些过去来举例哦。朴正熙呢，他之前这个被暗杀的事情，当时也是这个中情部长
就是这个出的手哦，他还曾跟这个 CIA 见面，所以美国是不是在背后指使的？会不知道吗？这个当时也是有非常多的讨论。文在寅说要收回韩国这个军战时的指挥权，那当时也是有这个。美国在南韩这边有驻韩的一些美军嘛，他们也有掌控这些韩国的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一直想要把它拿回来。如果南韩有军事行动，美国会不知道吗？绑得这么深哦，所以让大家觉得说美国你是不是在装傻、装不知道？甚至美国现在开始有一些消息出来，他们说哦，这可能跟北韩有关哦，可能是这个北韩有误判，他们说还抓到了一名非法居留在美国的北韩间谍。那今日的首尔会是明天川普治天下的华盛顿嘛 ？CNN 的节目这样子讲哦，讲说这个韩国实施戒严之后的骚乱场面哦，就跟当时国会山庄的暴乱一样，就开始畅想啊，讲说哇，这个川普可能上任之后会有宪法危机，话题就这样子带到了川普上头，然后就被大家批评啊。当然福斯是首当其冲出来批评哦，就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在暗示呢？就引发国内他们美国国内的一些抨击的声浪。那我们看看这个 CNN 他的这个观察者的讲法哦，观察者是说到了，其实韩国让美国措手不及，所以其实中俄朝也都在看着这件事情哦。接下来可能会对于美国在亚洲的一些堡垒，这样子的盟友，可能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动荡，甚至有很大程度的破坏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韩国这个局势现在有一点点僵持啦。我想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尹锡悦他可能本人啊，并不想这个下台啊，也不想这么样这个被赶下台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韩国的现在的执政党，也就是尹锡悦所属的这个执政党，看起来也团结起来了。他们虽然在这个就是说前天晚上的投票的时候，他们好像有12票跑票。也就是去投票支持国会的共同立场，让尹锡悦这个撤销戒严令。但现在要弹劾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看起来好像现在韩国的在执政党这个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说同意让这个尹锡悦下台，可是不同意用这个弹劾的方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主要这个执政党他们要考虑他们这个自己的政党的发展，还有各个这个议员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利益啦，所以他们看起来又回过来又开始挺这个尹锡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韩国的政情应该是扑朔迷离，那很多这些我想台面下的这些交涉，甚至利益交换都在进行。对。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尹锡悦，本来昨天就说今天要出来出来讲话，突然又不讲了。那可见他原来准备好的讲稿呢，已经面临新的状况，可能已经不适用了。那就是说他本来想的状况跟现在就在这个短短1天内的幕后的发展，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能拖太久了，拖太久，韩国社会他们这个抗争起来是很激烈的。对。不是什么这个什么切手指就是什么自焚这些东西会搞得很激烈的。那这个夜长梦多。那你刚刚看，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民调，现在要弹劾他都要70%对不对？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尹锡悦看他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难关。要对他最好的这个说，最好的下场就是说。他不要被关起来，不要被判重刑就不错了。对，他这个做法几乎这个所有韩国内部还有韩国外部都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完全违反宪法的。对，因为你要宣布戒严的话，你要国内的状况，比如说你社会秩序失控，或者外敌入侵，或者内部的冲突已经到一个什么不可收拾了，政府的权力已经公权力行使已经有困难了。才会把军队请出来对你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你怎么可能用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韩国的在野党就是说，尹锡悦犯了怎么样？他基本上他是混乱国家的体制，他是违反了宪法。还有很多这些韩国的这些国会议员就是说，这个根本就是一场政变。
那我们现在颠覆我们对政变的这个意义，颠覆政变是什么啊？再也能把在朝的给它颠覆下来。对。结果呢，这个在朝的居然也去搞颠覆，然后呢政变，然后把这个要把在野的给它干掉。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这么乱之下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拖得太久的话，那韩国的社会会更沸腾，那对韩国的整个这个稳定就不利。那韩国稳定不利的话，那它的经济就更麻烦。对，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一件事情，现在是礼拜6要投票嘛。那如果说礼拜6，结果呢，这个执政党全部团结，那个所谓的这个弹劾案没有通过的话，那我觉得事情也会更乱。那最好的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这些主要的这几个各政党的负责人跟尹锡悦好好谈一谈。怎么处理这个，把这个乱局给它收尾，对韩国才是一个有利的。那不过韩国的政治人物有没有这种胸襟跟这种远见那这2天就是个考验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事件发生到现在韩国的总统他凭什么去宣布戒严令？而国会在155分钟2个半小时之内。以190票过半数否决撤销这个戒严令，军队就撤了，它变成一个闹剧。那有人在问呢，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个做法？当然不是有人在问了，民进党根本就是贴文在支持变成国际的这个消息，不只是韩国，连日本每日新闻都登出来。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韩国它的戒严法律的法源是来自于它的宪法第77条。它第77条第1项讲的就是颁布戒严的要件有3个：战争、事变或类似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糟糕了，这个第3项类似国家紧急状态就很空洞，因为战争、事变这个就比较清楚。所以尹锡悦就以这个为主，也就是说这个在国会里面的都是亲北势力，他不断的瘫痪我们政府。我被选上来做5年，对不对？虽然是只有0.7%赢了李在明，可是呢，我被人民授权要来执政，结果他不让我做，所以呢，他就想要端锅的方式把它整个给清除掉，就找到了这个宪法第77条第1项的这个规定，类似国家紧急状态。然后呢，他这个第1项就说，那总统就可以直接宣布，他不就要先请求国会的同意，或者是之后追认，国会的追认。那第5项就是说，国会可以以半数的这个方式把它给否决掉。韩国的这个戒严其实一直都是它整个政治发展当中最痛的那一块，尤其是1979年最后一次戒严，距离现在45年，造成了后来的光州事件，超过2000个学生死亡。可是戒严法是需要，对不对？因为万一真的碰到战争、叛乱、事变的时候呢，它需要戒严法。可是呢，他就给予国会过半数的这个方式，就可以把它给解除掉。台湾有一个戒严法是民国38年这个修正的，其实蛮早以前的要件只有2个：战争或叛乱。所以没有韩国的那个宪法第77条里面说，类似这个紧急状态，所以我们的戒严法不可以随便用的。可是必须要在追求立法院的同意。所以呢，后面你颁布了。立法院你要去同意。马文君这2天提出要去修这个戒严法，他说要限定，你如果一旦颁布，就要在24小时之内要让立法院追认同意，而且你不可以阻挠立法院的这个集会、投票自由意见等等之类。所以就看着这一次，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戒严法，其实是没有像韩国这么宽松，而且呢程序上比较。就是说可以再让它更好一点。当然这个问题就是，你选上了一个总统，你不让他执政，那你这个国会一直在这个治着他。可是问题这不就是政治折中、政治妥协、政治艺术吗？对不对？那显然尹锡悦没有任何的民主政治的素养，至少他的国防部长没有。他说：“这个条文可以，我们就可以把反对党清除掉，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这个尹锡悦犯大忌，我觉得他应该要下台。
好，将军。我觉得这次来讲，当然在韩国自己本身里面的政坛造成一阵混乱，但是你要注意到，整个东北亚地区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造成很大的一个动荡。尤其我现在觉得最感到不安的应该是美国哈。我们不可讳言，就像我们刚刚这上面所讲的，文在寅那时候一直想要将这个指挥权、军事指挥权收回来。其实韩国包括日本在内，现在指挥的权责都是在美军在负责指挥，甚至以前我们我自己在这个刚踏入国军的时候，我们自己台湾有一部分的这种指挥权是在由美军指挥，后来是中美协防条约断了以后，我们自己才有自己的这种完整的一个指挥链。所以说这次来讲的话，当然文在寅有这种念头，那美国会不会担心？美国当然担心，所以美国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最支持的应该就是尹锡悦，因为尹锡悦到现在为止，他不管是在这个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各面都是支持美国的，尤其到美国去唱这个美国派哈，所以美国来讲应该是最放心的就是尹锡悦来当当韩国总统，然后尹锡悦也在美国的这个指导之下哈，跟日本来讲结成同盟，甚至于他们前一阵传出来说希望美日韩哈，甚至把台湾甚至于菲律宾都拉进来，结成一个类似那种小北约的形态，然后尹锡悦也因此跑了好几趟的欧洲，这个不管 G7 或者是北约的峰会都参加。但这次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美国可能因此而整个被破局。那你说美国知不知道这件事？我相信美国应该是不知道了。如果说美国知道的话，应该这个会制止他不要做这么冲动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我想以美国的政治智慧都看得出来说，一定不会成功嘛，因为你没有事由。就像节目刚开始，我刚跟介大使在那边聊。那如果说是有心要实施戒严来讲的话，你很容易嘛，你去挑弄一下金小胖嘛，对不对？上次金小胖在那边给你炸铁路啊，干嘛？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借口。他真的炸，他真的炸，不是你那个真的要戒严，你那个金小胖炸铁路，你把这事情闹大，对，互相放汽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机你不晓得，假如说你要戒严，应该利用那个机会。挑弄起金小胖的这种情绪哦，但是我觉得金小胖也蛮聪明的，他大概就到此为止，他就看到你自己国内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金小胖完全没有动作，可是金小胖会完全没有动作吗？金小胖现在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南北韩两个的领导人里面，我们看出来。这个金正恩来讲，他的心机确实比尹锡悦要深很多，所以到现在事隔2天了，他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讲，也没有任何反应。对，其实我这反而显示出来他的心机之深。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你美国去猜，你日本去猜，哦，他会不会突然又？我想说这个时候反而来讲，金小胖应该也不会有他大动作，他等着看你韩国怎么样乱到什么程度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很可能造成这个美国想要布局在东北亚地区的一种小北约军事联盟，有可能因此而破局，因为接着下来会当选这个韩国总统的人，可能会这个不在美国能够掌握之中，因为民族情绪上来以后，那就很难讲能不能够掌握得中。